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有想象构建的都市当中，可以看到头顶的 BLEU 4个字母呢倒置于镜面当中，用视觉变换营造出了一种空间错位的感觉。未来男士香水献给在都市中拒绝遵从定式的男士们，他们拥有极强的自我意志，掌控自己的命运。周围的微缩楼宇与屏幕上放大的眼睛形成强烈的对比，更突出未来男士的内心强大而坚定，不顾他人眼光，用自我视角审视周围世界的内心设定。5号香水呢是一种神秘的嗅觉语汇，因为它的80多种原材料呢，至今为止也是香水界最神秘的所在。哎，遇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一博。你好，你好。Hello。你知道今年是香奈儿5号香水的100周年的生日吧？对。那所以现在刚刚看了很多影片，都是很经典的5号香水100年传奇的这些广告。对。有没有哪一个场景是你刚刚看的印象还蛮深刻的？我觉得都挺美的，都很艺术。我觉得可能今年的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跳舞的那个，然后慢慢升起的那个。画面很美，而且你知道吗？其实你讲的特别棒，因为在这个广告片当中的马良戈蒂亚所穿的那个裙子，本人就在这儿，就这个就是他当时在跳那个舞的时候所穿的裙子。这个条裙子呢，是从Coco Chanel 他自己穿的裙子由 Virginia Viard 改良而成的所以它的这个设计上就更符合需要做更多的动作啊，因为在月球表面起舞幅度会比较大嘛。同时今天这个展览现场，比如说。那边的黑色的晚礼，我们可以绕到那边一起去看一下。这个黑色的晚礼服，你肯定有看过，刚才也看到了，对吧？妮可基德曼走在红毯上啊，露背，然后有一个项链是 No.5，对，很经典的一个画面。然后这也是他当时所穿的那件晚礼服，非常的美。5号香水可谓是这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对。我们这边这个地方可以值得来跟大家来提一下哈。这边讲的是香奈儿它的这个我们的瓶身，因为瓶身它很厉害的一点是，今年是它100年的生日。其实在这100年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瓶身的设计很少有变化。我们其实从这边可以看到，这边也有对。它的演变的过程，然后那个瓶身呢，比如说最开始它其实很像一个实验室会出现的干净的瓶身，但它很厉害的是它的瓶盖也很棒，它的瓶盖的八角形其实呢是巴黎方登广场的那个中间广场的那个形状，所以可以说5号香水的包装它其实也呼应了建筑学，呼应到包装学，再用这个包装上呼应到5号香水的香气的瓶身上，所以真的很厉害，同时也影响了很多当代艺术的发展，比如说 Andy Warhol 所创作的波普艺术的那个图画，你已经有看过吗？对，其实它很早年就被收录在了 MoMA 的博物馆当中。您说刚才那幅？对，就是那个。走到这个中庭花园，是不是有一种在欧洲度假的感觉？对，这里没想到就建得特别美，就是感觉就是很沉浸式的体验。对，有的展览其实就可能就只是图片啊、影片啊，这个不但是在每一个香水的房间都能够闻到那个味道，同时跟那个香水有关的故事也会呈现在这个展厅当中。比如说珍藏香水今年最新的叫做狮子，那狮子对于香奈儿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象征符号，因为 Coco Chanel 是狮子座，你也是狮子座，我也是狮子座，你也是狮子座，对。好嘞，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这18款香水好吗？好，来。香奈儿珍藏香水系列一共有18款，然后它每一款呢，其实无论是对香奈儿很重要的时间节点，或者说面料，或者说人物，或者说一些象征符号，都可能是这个系列香水所创造的灵感。那
目光所及，你有没有想试哪一个？哎，蓝鹰，狮子是吧？嗯，我们可以到这个狮子的橱窗前边一起来看一下。来，首先很环保的一个试香模块哈，让很多人可以一起用。然后狮子香水，你闻到它的时候感觉如何？是不是感觉其实很有力量？嗯，是很有力量，就是很主观的一股气味，就对，也会比较强势，对，也会有 power， 也会有控制，对不对？嗯，它里边其实有琥珀和皮革啊，有皮革，对对，然后这两个香料其实就会让它感觉是很强的，但同时也加了很多不同的配方来中和它的味道。那还有一款，其实我想介绍给你，它叫做1957，在这边。我首先要考你一下，你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吗？它是个门铃。这是门铃吗？对，它长得像个门铃吧？但它的作用是一个试香的。哦，你看这边有一个鼻子的，所以按这里就会有，然后香味就会从这边出来。1957香水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跟年份相关的香水。在1957年呢，Coco Chanel 在美国获得了 Neiman Marcus 的一个奖，被评为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所以很多他人生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啊，一些灵感，都会成为这个系列香水的名称的来源啊。对，所以是1957年。所以是1957年。我看还有一个 boy， 我们来看看 boy 在哪儿。boy， boy 在这儿。亚瑟卡伯其实你肯定知道，他对于香奈儿来讲很重要，他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其实，在刚刚在香奈儿之水的房间当中，有一个地方就是他跟亚瑟卡伯经常去的啊，所以那个是他用那个地名来纪念这段回忆啊。那这边就是用他的名字，他生命当中的这个很重要的人，可能他私底下管他叫 boy 吧。这个凉亭有看过吗？没有。哦，这个凉亭它很特别，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哈。好，走进这个凉亭，因为这个凉亭处于咱们这个展览的最中心的位置，一进来就可以看见。首先这边呢是香奈儿的一个编年史，其实给一些不太了解香奈儿的朋友们有一个很直观的这样的了解。比如说83年是他出生的年份，然后13、15、18是分别在杜维埃、比亚利兹和巴黎开设精品店、时装屋、服饰店的这样的年份，其实很多对香奈儿很重要的年份，都在这个编年史上，一目了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哦，那刚才好像也有看到，对，1921也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嘛。然后这边有一个很重要，1952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玛丽莲梦露接受这个杂志采访的时候，Life Magazine，已经停刊了，但很厉害的一本杂志，就是说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穿什么样的睡衣入睡，然后他就说出了那个非常经典的我穿几滴香奈儿5号香水入睡。哦，所以就是引发了，可以说是 No. 5引领了全球这个所谓的穿香水的风潮啊。对，所以这边有很多重要的年份都在这儿。然后我们的脚下这个很一目了然是什么吧？要不然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指每个香水的那个方向的位置吧？没错，这边就是汁水。汁水，你第一个逛的是哪一个？我是按照顺序逛的。先是邂逅是这个。对，我先是邂逅。先逛的邂逅，对，然后是逛的男士好像。蔚蓝，在这边。然后是像汁水。汁水，对，然后就是这样转圈。小姐，一圈。然后最后是5号香水。
我们在这儿聊一下好了。哎，刚刚因为我知道，在蔚蓝男士香水的房间里边有你的声音给大家来做导览，对，有录，对吧？然后就是来看展的朋友们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听到你的声音，然后包括里边的大屏幕是你的眼睛，因为我相信其实平时在街上你很容易看到自己的广告，但是这么近的眼睛，看到之后感受如何？还好吧，就挺惊喜的，挺惊喜的。对于那个香水自己有什么样的，要怎么样来介绍给大家？你会怎么说呢？蔚蓝男士，蔚蓝男士，就是一个很适合男士的一个香水吧。对。那如果说这个展览因为我们都逛了一圈了，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刚刚这可可小姐房间里边衣帽间里边有个网球拍，我很想带走。现场有没有哪个物件，不一定是香水，是你很想带走的？香奈儿之水里面，我有看到那个冲浪板，还有那个自行车，我觉得都挺酷的。我可能要选好多件都想掉，都想。还有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一个头盔，摩托车的一个头盔，我也挺酷的。那个头盔应该是出现在广告片里，对，广告片里的头盔。那现场我们也算逛了一圈了，如果推荐给大家哪个地方、哪个房间或者哪个角落，你会推荐大家去哪个房间呢？我很喜欢这个走廊。这个走廊就我们俩身后的走廊。对，这个走廊到最后的位置是有一个香奈儿的Maison的，在里边陈列着所有的香水在里边。对，我觉得在哪儿拍照都挺好看的吧。刚刚香奈儿之水的房间，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冲浪板啊、自行车啊，其实都是比如说我们度假的时候会用到的东西。还有滑雪板。还有滑雪板。那假如说如果要带一瓶香水去旅行，你会选择哪瓶呢？反正我个人呢是在旅行的时候用香水，跟我平时用的是不一样的，就可能味道，你感知到这个味道会跟你去的这个地方闻到这个香味的味道相连接嘛，就会有个记忆。选狮子吧，选狮子，就个性很强。对。OK，那这个展览如果推荐朋友来看，或者说自己再来带朋友来看的话，你首先会去哪个房间？我推荐朋友的话，是吧？我觉得这条走廊吧。就刚刚这条走廊，香奈儿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好像都有故事一样，每一个香水，对，意犹未尽，对，可能会好奇每一个名字的由来，然后每一个香水的味道都会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走廊，而且它是唯一一个是长的像回廊一样的地方，对。